欢迎收看我部落。我们今天来介绍是经典的 Optimus 8R 跟111经典气化炉。这个炉子呢，小巧可爱，经典外形，结构简单，像个便当盒一样，让人爱不释手。我来告诉你这炉怎么用。现在你眼前这两个炉呢，这个叫做那个 8R Optimus 8R， 这一款呢叫做111，它两个其实有一点像。结构类似，但是大小、火力不太一样，然后吃的燃料也不太一样。它的好处就是它像个便当盒一样，可以轻松拿。如果我们之前介绍的英军炉、德军炉是一个大铁箱，这就是一个小便当盒。这两个呢，我一一介绍它两个相同的结构。第一个，你看到它都是这边有个结构，它可以把这个油壶给伸出来，让这个火焰分焰盘在这一个炉的中间，这是它相似的地方。都是类似这样结构，但是其实两个有很大的不同。例如说，8R 是去渍油，111是去渍油没油。111这边有个打气帮浦，8R 打气帮浦是外挂式的打气帮浦，因为它这个油壶太小了，它没办法有个打气帮浦。然后这两个都是静音炉头，但是呢，这个静音炉8R 静音炉是外挂的一个静音炉头，另外买的。那111就有静音炉头、怒吼炉头版。那像这个是一个多加个防风罩一个军版。它原理都是，这里有个油壶，燃料放在里面，然后燃料通过这个燃料管，然后当你打气加压之后呢，它从这里发出来，然后前面需要预热，让这边管子呢产到一个温度，把里面燃料做加温，加温之后呢，它到燃点，喷出来的气化的油气呢就变油气，可以点燃，不会冒黑烟出来。111它也是一样结构，油壶油出来预热加压，经过喷嘴喷发出来，到这炉头静音炉头点燃。你想想看到这是8R，它打开之后呢，会有哪些东西呢？可以看一下，第一个，这是一个调整火力的一个棒子，静音炉头的分焰盘，把它给打开之后，把它放在上面。这边是一个外挂的打气帮浦，怒吼型的分焰盘，它可以放在上面，它可以变从静音炉头变怒吼炉头。然后上面这边呢，固定那个原厂的一个收纳工具。这个炉呢，你现在看到它很新，因为这个炉子我帮我朋友重新喷漆过了，所以它原本是一个很生锈颜色。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它的 logo 贴纸，它有两个版本。比较早期的版本呢，它用的是那个金属压印的一个 logo， 那就比较漂亮。后期节省成本，变得给你一个贴纸，火力调整阀插到这个里面去，这样你调整这个火力的大小。这边是它的注油孔跟打气阀，这边打开之后呢，这边添加是去渍油，所以它没办法添加煤油，它本身的气化加热效果没有这么好，所以它只能点燃去渍油。但好处是它预热比较快，外挂的一个打气阀从这边这样子 ，OK， 这样打气。其实这个它也没有那个气压表啦，它打气感觉其实也蛮不清楚的，所以其实再来是它其实用去渍油，所以它其实打气打多少呢？其实也不一定这么有效了，但是没关系，它是一个火力不大的一个小炉啦。然后再来是去渍油，它点燃之后呢，它会持续加这个油管油路，然后增加这个整个油壶的一个压力，它其实也可以做个加压的效果。这样酒精瓶加铜管，我们需要把这个酒精给加到这里，你看这个凹槽。酒精可以放在里面，它就会慢慢加了这个管子，所以我们把酒精加下去，现在准备做点燃。那酒精点燃但要很小心，因为酒精在灯光很充足的情况之下呢，你看不太到它的火的颜色，所以要注意你不要喷出来啊，或者是你可能看到没有火，你以为它没有火，你去碰它，知道很小心。好，现在开始慢慢开火。好。它其实有冒微微的蓝火出来了，温度不够，导致压力不够，需要再慢慢燃烧一下。它并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打气帮浦，它需要靠这个油把整个油路给加温，让你们油的温度提高，膨胀之后，把整个油路连油壶里面的压力做提升。现在冒出来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蓝色火焰。那你现在觉得很安静，因为现在装的是静音炉头。然后换上怒吼炉头给各位看，就知道它的声音其实很大声的。当这个空火旋钮转到底的时候呢，它火边不变最大，它会变通针往上，反正火变小，甚至火会熄灭。它是通针往上，清理这个喷嘴的一个模式。
什么叫通蒸呢？它这个火梁是一个喷嘴，像这样子，它以油气透过这个小孔喷出来，变成一个雾状。但是这个喷嘴用的是可能积碳，它会卡住，所以它会有个针，它这样推出来，把这中间的卡住的东西给清理干净。但之后卡出来的火会变很小，清理完之后要把它撕下去，因为在高温的时候呢，这个通针一旦卡在这边呢，这个通针是一个很细的一个钢丝，它会断掉，会融化掉，会伤害。那各位看到这是一个静音型的炉头，很安静。我现在换上怒吼型炉头给各位看，现在有点风。但是各位应该已经可以听到它的声音了。这声音说大不大？但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泡杯茶了，这声音像两个人安静聊天的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大部分如果要买，我都建议你买静音炉头，因为这种小炉呢，就在泡茶、早上煮个咖啡可以用啊。然后这时候这个声响，各位听看，绝对不是可以让人家很轻松惬意的。所以我强烈建议要买，一定要买静音炉头。这个炉呢，绝对是一个适合晚上泡个茶、早上煮个咖啡。但是你想让它煮一锅面，蛮勉强，刚刚好了。一锅小面可以，一个人份小面可以。然后再是这个炉架也有点宽，它有时候放一些太小的摩卡壶呢，它其实也不好固定在这个炉架上面。那也有人做一些副厂的炉架，它可以固定在这边，有比较多的孔，可以放一些小杯子啊，比较好固定。但这个炉呢，就是精致漂亮，非常的可爱，像个小便当盒一样。如果想收集一个小的气化炉，这个炉8绝对是一个首选。好，现在各位看到的是111，上面这边呢是它的注油孔跟泄压阀。什么叫泄压阀？就是压力太高的时候，油气从这里泄掉，然后是注油孔，我那边加满了没油了。好，然后这地方是它的打气阀，我们现在做些打气，打气完成了。为什么需要打气呢？它需要液体透过空气加压喷过喷嘴，让这个煤油雾化出来。那你看到8跟111这边都有个金属挡板在这里，做什么用的呢？这个挡板是用来隔绝这个热，因为它需要热，但是又不能够太高。你先把这个控油阀从侧面这边装进去，好，这时候呢，把酒精滴到它这边有一个酒精壶，这个版本的比较特别的是，它这边这个炉头这里，它多加一个罩子，有什么好处呢？风大的时候不会把这酒精给吹掉，酒精的火力可以比较集中，预热效果会比较好。那这个炉算是原汁原味，没有被修复啦。因为这个炉是铁的炉，然后表面搭配它的烤漆，它烤漆是有点绿、有点蓝的一个很特别颜色。但是因为它这个炉呢，其实因为毕竟是烤漆嘛，它有时候你在使用过程可能油会滴下去啊，你刷洗啊会脏啊，其实这个就是很斑驳的一个老的味道，跟刚刚修复的喷漆的全新的8就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预热的时候都有个小技巧，就是可以先开一点火，当然会有烟，但没关系。为什么需要开一点点火，马上关掉呢？这时候它会让这里面的这个油路里面充满了油，它可能如果里面没有油，油没办法被加热，它的预热效果就会比较差一点。但是如果先充满油，它可以同时点燃这些煤油，油路里面煤油去做加热，然后在下次再点燃的时候会比较快。现在看到就是它点燃了一些刚刚喷出来一点点的煤油，所以看只要开一点就关的。你看到明火就代表预热没有完全燃烧的情况之下是会漂亮的蓝色火焰。那现在看到现在预热火焰比较大，是因为底下的酒精已经接近沸腾情况，所以酒精火焰会比较大。所以在预热的时候要确保上面空间是没有东西的，不要带个小灶门做这事情。好，点燃完成了，看到这边漂亮的蓝色火焰，透过这个很漂亮的分焰盘，现在声音算是很安静的了。111的火焰当然就比8强很多，但是一样，就是人煮这么大锅的水，我曾经拿它煮过一个大火锅，水真的滚不了，它火焰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大，但是想煮个水啊，煎个蛋啊，做个小料理是可以，想煮大锅面是没办法的，但是可以搭配一些
暖炉的炉头啊，到那个小暖炉也是非常好用的。好，这是我们介绍 Optimus 8跟111。那很多问说，其实这么古典的炉呢，它其实效能不好啊，不中用啊，没有瓦数方便啊。的确，这种小炉它的确不会有瓦数这种方便，但是这东西完全是一个复古，完全是一个情怀。但是它实际上也有比较厉害的地方，例如说它不怕低温，它跟卡式瓦斯炉相比，它不怕低温，因为它是一体燃料，它不像有卡式瓦斯气化温度的问题，它在低温中一样可以正常运作。然后但是它是一体燃料，所以呢，它的那一体燃料呢，它可以燃烧可以比较久。像这几个炉头大概都可以用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但它也不是没有缺点，它的预热比较麻烦，需要点燃，本体会比较重。但不管如此，也不会减少我们对这个气化炉热爱。毕竟像这样古典的外形，并不是现代炉具可以比拟的。好，现在本周影片，这是我们介绍8跟111的一个气化炉。